我最近发现只用大米和水居然能做出来米线，这事儿我太想试试了。我从来也没吃过不放胶的米线呢。主要是我看了一个教程，它写的也不太难。它的原理呢是先想办法把馅米变成粘米粉，后面就跟做手擀面差不多了。我一看这个我行啊，但是奈何他人生无常啊。我们干了20个小时，但其实就干出来仨事儿。拉磨，冰了几瓶元气夏日限定的海盐水果，做米线失败。我后来半夜时候非常暴躁，因为之前不管做的好吃难吃，它起码有口吃的。你等今天这个，我们即将迎来的却是一锅热气腾腾的大米汤。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教程，我发现这个傻作者好像是卖米线的，但是好在有粉了。我睡醒之后又研究了一下大姨和花花的教程，这回明显靠谱多了，但问题是它粘性够了，胶性不够。下锅之前都可好了，但一煮就碎了。后来我们又翻到了一个金点子，是把米饭蒸熟了，打成团的压面条。家里倒是有蒜捣的，但没捶2下，小胖就掉凳了。后来就拿地下捶去了，但是时间太晚了，怕这么捶把楼下老太太捶没了。然后为了减少地板的共振，就把我弟垫蒜脑底下了。但是这样有可能老太保住了，地没了，所以这个金点子我们也放弃了。看着这段直播的人，那纯属是掏上了。后来实在干不动了，好在昨天冰了几瓶新口味的元气，有海盐椰子、菠萝、柚子，可盐可甜，特别清新，果味也特别浓。夏天冰镇一下喝可太爽了。主要它是零糖零脂零卡，喝了一点压力都没有。后来有一个食品专业的学生给我们发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配方，但是我俩一起试了一下，在不加食用胶的情况下，还是没办法做出整根的米线。他后来还试图和我探讨如何能更优化，但我告诉他，你个人干吧，我干不了。我给他普及了一个比较冷门的课外知识，我说哪怕是一头驴，它的阳寿应该也是有限的。做了2天2夜，我们到底还是没能只用大米和水做出一份米线。第3天上午，我们把这2天失败的米线都打扫了，做了3天2宿，做出一锅骨汤大米粥配肉酱。那赶小胖讲话了，我们本来是想做全网最真实的美食博主，但现在最多算是个最真实博主，我们做不出美食来了。我最近特别想吃那种可以即食的鱼豆腐，但是市面上卖的里边基本都没有什么鱼肉，所以我买了100多斤东星斑。我打算做点100%纯鱼肉的鱼豆腐小零食，看看吃起来是什么感受。然后按照去年我们做鱼丸的经验，这鱼肉切完了得先用小勺刮成鱼蓉才行，但是这东星斑处理起来可比去年的虎斑麻烦多了，因为这玩意儿它贵呀。我们抠这鱼肉比抠家里那卫生死角还卖力。就这么说吧，我们抠完的鱼骨，那院里的野猫都不惜正眼瞅一眼，你就说这活干得多仔细吧。然后刮好的鱼肉还得用小锤给它锤成肉泥，但这不是最麻烦的，最要命的是得在这些鱼泥里边挑鱼筋，这玩意儿要是挑不干净，那鱼豆腐吃的容易塞牙呀。这点玩意儿我们整整挑了1天，那眼珠都对不上焦了。后来，然后这鱼泥简单调的味儿就可以进行摔打了。这活干的是最费人的，它就跟那手打牛肉丸似的，必须得锤到这种立牌不倒的状态才行。摔这玩意儿都快给我摔脱臼了，我就说这一天呢，眼珠见瞎，胳膊肌无力了，这要再多做点都没给我上半身干瘫痪了。后来实在太累了，就让我弟去买了几杯星巴克回来，喝杯咖啡歇一会儿。他是蚂蚁财富黑卡用户，现在上支付宝抽财富黑卡，有机会领财富黑卡特权，每月1杯星巴克，全年1200元油卡，还有 DFS 全球免税店大额满减，还能体验专属财富管家服务呢。就喝完了咖啡，我也跟人领一张。然后这鱼豆腐蒸完之后特别紧实，就这么捶都捶不碎，所以它吃的时候口感也特别有嚼劲。但是这种原味的鱼豆腐放凉了当零食吃可能会有点腥，所以我打算先卤后烤，给它做成炭烤鱼豆腐。就光调这个卤汤我们就老下功夫了，我们是用鱼骨熬的鱼汤作为原汤干的，能不能增鲜不知道，但主打的就是一个原汤化原食。然后烤的时候我还刷了一层秘制小红油，这烤完了之后外皮是焦脆的，里边鱼肉是像那种肉丸一样可以弹牙的爽脆，口感特别丰富，而且真的巨香，因为鱼肉本来就鲜，然后卤汤红油的香辣也口入味了，这一口下去满嘴留香。但是算下来就是成本有点高，这一块鱼豆腐成本都要合到12块钱了。我本来是想着等过年打麻将时候和大家一起分着吃，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来看，要是不给我点个3家闭门大炮，那袋儿我都不舍得拿来给他们舔一口。朋友们，之前灌的100斤干肠晾好了，今天到了收成的日子了。之前咱不量过吗？肉和料一共是120斤，晾了10来天，要再风干就能变成摩棒了。现在呢，120斤缩成了55斤，这1斤的成本大概是30块钱。反正我家人多，这些也就够吃2月的。但要是一家3口的话呀，就是只要储存得当，我基本敢说下一届冬奥会你仨在家啃的还是这笔肠。
然后要开化了，今天把冻货吃一吃。这小坡是我爸自己建的冰箱，5开门的。今天掏开一个门，里边大鹅、羊腿都干掉，完炖大鹅，让我哥在这看点火，问他好几遍，就说没熟没熟的。等最后盛出来，我看他们大鹅都快没有了，还做了个烂海鲜锅。这海鲜是过年我给我姨姥买的，让我舅捎过去，我就上楼忘拿了，放车里全冻了，第二天给我送回来了，那他妈给我气的呀！我正月剪了2回头都没消气儿。给我爸冻的牛奶搅成牛奶花生冰沙了，做了个风味茄子。所谓风味就是虾炒一加一个味儿，还做了一盘锅巴肉。这玩意儿就得趁热吃，但是从过年到现在顿顿都吃肉。我在得物买了个联名款的呼啦圈，减肥这事儿不能再等了，这挺方便的，大小也能调，然后硅胶垫也不硌得慌。打完折才100多块钱，链接放评论区了，里边还有不少居家运动设备，有想法就赶紧干。反正减肥这事儿吧，只要你动过2天这个心思，那基本就宣告有空你直接看看大码衣服吧。来吧，锵锵了，蒜虾、花沙、鹅肝、烤腿、烧鱼、骨菜、锅包、干饭、辣海、风茄。今天吃完饭把干肠和冰激凌分了，一份一份的，分得跟伴手礼似的。干肠给你们也准备了几份，等我想想怎么发啊。反正下次灌不一定啥时候了，要是不着急吃，可以给它裱起来。我要是走在干肠前面了，你们也算掏上了。